人民币国际化吹了20年，结果却被川普一纸稳定币法案彻底打回原形。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亲手签下了稳定币法案，给美元稳定币搭建了全球首个制度化舞台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把数字金融里最野蛮、最颠覆的东西，直接纳入美国银行和联邦监管的体系之下。从此以后，美元稳定币不再是草莽，而是披上了合法的外衣，摇身一变成为数字美元。这下北京坐不住了。路透社8月20日报道，中国国务院正在审议一份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方案，其中赫然包括允许发行人民币稳定币。这被形容为一场政治豪赌，如果人民币不能在数字时代找到存在感，那么中国几十年的国际化努力可能就要彻底付诸东流。可问题是，这条路几乎注定坎坷。先看数据。根据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最新统计，2025年6月，人民币在全球支付市场的占比只有 2.88%， 还创下2年新低。对比之下，美元的占比是 47.19%， 接近人民币的16倍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，到今天其实还停留在口号阶段。北京喊了20年，砸了几万亿外汇储备，结果在全球贸易里，人民币依然只是一个边缘角色。而现在，美元稳定币一旦大规模流通，人民币不仅追不上，甚至可能连残余的空间都要被彻底吞没。美元稳定币有2个让北京最头疼的优势。第一，美元的全球流动性。你今天在尼日利亚买一袋大米，在德国付一笔账单，在越南收一笔货款，都可以用美元。换句话说，美元天生就具备世界语言的属性。第二，区块链带来的化名性和效率。稳定币可以点对点转账，不需要经过银行审批，也不怕外汇管制。企业、个人甚至地下资金都能绕过监管，直接跨境流动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中国的民企和富豪开始习惯用美元稳定币来收款和转账，北京最依赖的金融防火墙可能会彻底失效。长期以来，北京的统治结构靠的就是资本管制，把14亿人的钱关在国内，不让随便出海。这样做有2个目的：一是维持金融稳定，二是让党国精英随时能选择性放水，给忠诚者低息贷款，惩罚异己。可一旦美元稳定币大规模普及，谁还需要走银行？谁还会乖乖听从外汇局的审批？那就等于把北京方面最核心的钱袋子控制权拱手交出去。为了防止彻底失控，北京正在拿香港当实验田。今年5月，香港立法会通过了稳定币条例，8月1日正式生效。条例规定，港元和离岸人民币 CNH 稳定币可以合法发行，并由香港金管局负责审计监管。换句话说，北京想借香港这块国际牌照，去看看人民币稳定币能不能玩下去。但问题来了，香港毕竟是香港，资本自由，市场透明。你让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的香港分行去发行人民币稳定币，可以，但谁来保证这些稳定币不会被民间资金直接用来翻墙？北京最怕的就是这一点，稳定币的出现，本质上就是给资本自由插上翅膀。到时候，你就算在深圳再严苛，香港一个数字钱包就能把资金洗到全球。北京方面为什么对稳定币心有余悸？因为它有过惨痛的教训。2015年，央行改用市场化机制来定人民币汇率，结果一次性贬值，直接引发全球抛售。短短几个月，中国外汇储备被硬生生砸掉，近1万亿美元才止住跌势。这场金融地震至今仍让北京高层心有余悸。自那以后，北京宁愿牺牲国际化，也要把资本管制卡得死死的。可是美元稳定币来了，
它根本不需要你央行同意。跨境企业完全可以绕开官方通道，直接用稳定币完成结算。换句话说，北京的铁门根本锁不住这股暗潮。北京不是没有尝试过。早在2020年，中国央行就推出了所谓的数字人民币，宣传口号是全球第一个大国央行数字货币。可是到了2025年，连中国官媒《中国日报》都承认，数字人民币的使用情况乏善可陈。根据标普全球的数据，数字人民币的流通规模只占中国货币供应量的0.13%，根本上不了台面。更可笑的是，民众使用数字人民币的主要场景，居然是政府搞的数字红包活动。很多人下载数字人民币钱包，只是为了领一次政府发放的数字红包，用完就删掉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补贴，根本没人愿意用。这和美元稳定币的逻辑形成了鲜明对比，前者没人愿意自发使用，后者却有天然的全球需求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未来3年美元稳定币真如市场预测般扩张到1.75万亿美元的规模，会发生什么？很简单，美元会更强，中国会更弱。美元稳定币就像数字黄金，它会进一步推高对美国国债的需求，降低美国的利率，反而强化美国的金融霸权。而中国呢？一旦资本外流失控，人民币贬值压力陡增，国内金融风险全面爆发。到那时，北京想用人民币稳定币来对冲，几乎不可能，因为它面对的不是一个技术问题，而是一个根本性的信任赤字。毕竟，全世界谁都知道，在北京的金融逻辑里，货币不是中立的，而是社会控制工具。稳定币若真的由北京方面发行，必然会附带实名制、用途限制，甚至到期日。那还叫什么货币？那叫电子饭票。而一个失去信任的饭票，怎么可能跟美元竞争？先说个扎心的现实，人民币稳定币还没出生，就已经输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任何货币的国际化，最根本靠的不是技术，而是信任。全球对人民币的最大质疑，就是资本管制和政策透明度缺失。一个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，必须允许自由兑换，必须让市场说了算。可在中国呢？你今天想换点美元，可能要被外汇局盘问，甚至连留学转账都要提交一堆证明。这种制度下，哪怕中国推出人民币稳定币，也不过是数字镣铐。这些所谓的稳定币传言，多半是金融机构和富豪为了转移资本而制造的噱头，真正落地几乎不可能。相比之下，美国的打法几乎是降维打击。外交关系协会的报告已经明确指出，只要美元稳定币能保证1:1赎回，它在功能上就等同于现金等价物，还能被国际会计准则承认。这意味着，从跨境电商到能源交易，从个人汇款到金融清算，美元稳定币都会成为数字化的现金。它是随时随地零门槛的全球公共品。而中国的人民币稳定币呢？从一开始就不是公共品，而是政策工具。北京最关心的不是去中心化，而是如何用程序代码把货币变成社会控制的手段。例如，稳定币可能被设置到期日，逼迫民众在规定时间内花掉，或者被设置用途限制，只能买蔬菜，不能买黄金，甚至地理围栏，你在上海发行的稳定币，拿到纽约根本无法使用。试问，这样的货币谁敢拿来做跨境支付？谁愿意持有？这背后的真相很残酷，一个缺乏市场信任的货币，再怎么包装都不可能走向国际化。更扎心的是，中国自己的企业正在悄悄选择美元。CFR 的研究显示，中国最可能第一批使用美元稳定币的就是出口企业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可以显著降低跨境交易成本。
你想想，一个浙江的纺织厂今天把货卖到非洲，如果用美元稳定币，几分钟到账，成本几乎为零；如果用人民币结算，先要换汇，再要审批，最后还要担心资金卡在中间。这不是选择题，而是生死题。对于这些企业来说，美元稳定币不仅更便宜，还更安全。一旦企业习惯了这种方式，北京的资本管制就形同虚设。美元稳定币的扩张不只是中国的问题，而是整个世界的新格局。市场估计，未来3年，美元稳定币的总供给可能高达 1.75 万亿美元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把一整个新兴市场的资本体量塞进美元的怀抱。结果会怎样？第一，全球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，美国融资成本更低。第二，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将被再次巩固，任何挑战都会变得更加艰难。第三，人民币国际化不仅追不上，甚至可能连现有的 2.88% 占比都守不住。这就是金融世界最残酷的地方，强者恒强，弱者只能边缘化。问题是，北京推不推出人民币稳定币都是死局。推，那等于自己打开一个漏洞，让资本更容易翻墙。一旦资金大规模外流，人民币贬值压力将不可控。不推，那就眼睁睁看着美元稳定币席卷全球，把人民币彻底边缘化。这就是北京今天的两难。他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小心翼翼地用香港试点，用天津会议吹风，既想跟上潮流，又害怕自掘坟墓。可问题是，金融的游戏没有中间地带，要么赢，要么输。美元已经率先出手，北京在犹豫，等来的只会是更惨的结局。最后，我们必须说一句最刺耳的话，所有这些博弈，最终倒霉的还是中国老百姓。当资本管制越来越紧，老百姓换汇更难；当人民币贬值压力陡增，物价上涨更快；当金融体系失控，失业潮和企业倒闭就会接踵而来。而与此同时，美国却能通过美元稳定币吸走全球的流动性，把金融霸权玩到极致。这就是残酷的现实，川普千亿之笔，中国可能要付出整个社会的代价。从2015年一次人民币贬值，烧掉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，到2025年美元稳定币横空出世，中国的金融命脉始终被掐在别人手里。今天北京喊着要搞人民币稳定币，可谁都知道，这不过是一次注定失败的挣扎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货币从来不是靠命令就能国际化的，它靠的是信任。而信任恰恰是中国最缺的东西。